俄罗斯波塞冬引爆世界舆论场，我们当然少不了理性判断。世界上围绕俄罗斯的话题可以说是非常多了。近日，俄罗斯媒体再爆出消息，引发全球哗然。消息是这样说的：俄罗斯军方已经生产出第一批波塞冬超级核鱼雷，所造成的威力是当年广岛原子弹的100多倍，同时能掀起500米巨浪，破坏性不可谓不大。这一下就让西方媒体顿时大惊失色，甚至一部分的西方媒体开始渲染所谓的欧洲毁灭论，大谈防御性措施以阻止俄罗斯的这次核打击。言简意赅，先来简单说说俄罗斯的神话波塞冬，它配置的则是核动力装置和核弹头，重约100吨，时速可高达200公里每小时，潜航深度1000米，射程更是达到惊人的1万公里。从这个爆表的战斗数据来看，西方怎么能不害怕？另外，波塞冬核鱼雷特殊之处还在于通过哈布洛夫斯克核潜艇上进行发射，然后再航行打击进攻目标。可以说，波塞冬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人潜航器了，并且哈布洛夫斯克号核潜艇计划的2023年正式下水，已经进入交付期，这也说明俄罗斯的水下底牌将震慑世界。但是专业人士却把俄罗斯的波塞冬详细地看出了端倪。虽然核鱼雷这样的概念早在俄罗斯之前的苏联时期就已经有这样的研制技术发展，比如打造的 T5 核鱼雷项目，用于打击敌方的大型港口与航母战斗群。再有就是冷战时期美国研制的 Mark 45鱼雷和 W34 核弹头的组合，都是说明俄罗斯在把核鱼雷的项目拿出来炒作，无非起到的是核威慑与核讹诈的作用。而且从波塞冬的所谓100倍原子弹的威力，与当年日本311地震的5亿吨原子弹杀伤对比上，俄罗斯就需要50多枚波塞冬才能做到的打击效果。而这种规模的发射，敌方雷达怎能不事先预防？那么所谓掀起500米的巨浪就更加没有科学依据了。印尼海啸的巨浪规模才40米，俄罗斯一枚波塞冬如何做到这种杀伤，看来只能是一纸空谈。在扯下波塞冬的神坛面纱以后，我们再来分析俄罗斯的这种进攻手段。依我看，这种核鱼雷威慑虽然不能对领土构成毁灭性打击，但是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却是一个非常奏效的进攻手段。在俄罗斯擅长的前击发射模式下，与锆石、匕首等多种导弹武器的配合，让航母有来无回，从而针对性的做到目标摧毁。所以在打击航母平台上，我认为波塞冬倒是比较实用的策略。当然，这次媒体在世界所渲染的领土毁灭性打击，我们也要睁大眼睛，有效辨别信息的可靠性，不能让外界失去了我们自己的阵脚。